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。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请按下订阅按钮，谢谢大家。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，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，达到500订阅。团员可以投票和留言告诉我，会做一则大家未人说过神秘事件。佛教与现代科学对宇宙和平行世界的异同。关于佛祖跟其他宇宙和他方世界的关系，这是一个很深奥的话题。不同的佛教传统和学派可能有不同的见解。根据一些佛经的记载，佛陀说过有无数的世界系统，每个世界系统都有自己的中心山峰须弥山，日月绕着须弥山转，这是一个单位世界。1000个单位世界组成一个小千世界，1000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，1000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。大千世界是佛陀所说的最大的世界范围，也是佛法的普遍适用范围。这些世界都有自己的生灭循环，受到因果业力的支配。佛陀是一切众生的慈悲教主，他的智慧和悲心没有边际，他可以在任何世界中现身说法，救度有缘的众生。关于我们地球身为第二个宇宙，还有没有其他宇宙？这是一个科学上的问题，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。根据现代宇宙学的理论，我们所处的宇宙是从大约138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开始形成的，它包含了所有的时间、空间、物质和能量。我们可以通过观测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来推测宇宙的起源和演化。有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平行宇宙或多重宇宙的假说，认为除了我们所知的宇宙之外，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宇宙，它们可能有不同的物理定律和历史，也可能与我们的宇宙有某种联系或交互。这些假说目前还缺乏直接的实验证据，但有些科学家认为，通过高能物理实验或天文观测，可能会发现平行宇宙的存在。佛教的宇宙观是基于3000大千世界的概念，即一切众生所住的无数个世界，都是由佛性所划线，而非由一个创造者所造。这些世界有不同的层次和性质，有的是欲界，有的是色界，有的是无色界，有的是净土，有的是地狱，有的是娑婆，有的是他方。这些世界之间有相互影响和转化的可能，但也有各自的因缘和业力。佛教认为，众生可以通过修行和愿力，从一个世界转生到另一个世界，或者从一个世界访问另一个世界，例如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或者释迦牟尼佛的他方世界。西方的奇幻文学是一种以想象力为主要特征的文学类型，它创造了一些与现实不同的世界，通常涉及到魔法、神话、超自然或科幻的元素。这些世界有时被称为多重宇宙，即在物理学里尚未证实的假说。他认为在我们的宇宙之外，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宇宙，而这些宇宙是宇宙的可能状态的一种反应。这些宇宙可能有相同或不同的物理常数和定律。多重宇宙论可以分为4类，其中第一类是指这些宇宙和我们的宇宙的物理常数相同，但是粒子的排列法不同。同时这些宇宙也可以被视为存在于已知的宇宙之外的地方。一些著名的奇幻文学作品，如魔戒、纳尼亚传奇、哈利波特、冰与火之歌等都创造了自己的多重宇宙，并且有不同的方式来连接或转换这些宇宙。教育和科学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，它涉及到人类的知识、价值、文化和发展。教育是一种促进学习和发展的过程，它可以传授知识、技能、态度和价值观。科学是一种对自然现象的系统性研究，它可以产生事实、理论和规律。教育和科学之间有密切的联系，但也有一些差异和冲突。教育不仅仅是科学的传播，也是人文、艺术、哲学和宗教的传播。教育不仅仅是理性的，也是情感的、道德的和美学的。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知识，也是为了智慧、幸福和和平。科学不仅仅是教育的内容，也是教育的方法、态度和精神。科学不仅仅是客观的，也是主观的、社会的和历史的。科学不仅仅是为了真理，也是为了创新、进步和责任。教育和科学之间需要相互尊重、理解和协调，以达到人类的共同福祉和发展。首先，佛祖在他方世界与其他有没有元宇宙的跟元宇宙其他的关系。这个问题涉及到佛教的宇宙观和现代物理学的宇宙论。根据佛教的教义，佛祖是一种超越世间的觉悟者，他可以自在地游历无数的世界，这些世界又称为佛土，是佛祖的功德所化，有各种不同的特征和居民依。佛教认为，这些佛土是有限的，但是无始无终，不断的在生灭变化中，这就是佛教的宇宙观。现代物理学的宇宙论则是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宇宙的起源、结构和演化。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理论是元宇宙理论，他认为我们所处的宇宙只是众多可能存在的宇宙之一，这些宇宙可能有不同的物理定律和常数，形成一个巨大的宇宙集合，称为元宇宙。元宇宙理论的根源宇宙是指最初产生其他宇宙的宇宙，它可能是一种高维度的空间，或是一种更基本的实体。地球是第二个宇宙的平行，这个主题涉及到多重宇宙论的假说，它是一种在物理学里尚未证实的想法。他认为在我们的宇宙之外，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宇宙，
而这些宇宙是宇宙的可能状态的一种反应。这些宇宙可能有相同或不同的物理常数和定律。多种宇宙论可以分为4类，其中第一类是指这些宇宙和我们的宇宙的物理常数相同，但是粒子的排列法不同。同时，这些宇宙也可以被视为存在于已知的宇宙之外的地方。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地球是否是第2个宇宙的平行，以及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和意义。这时插一则广告，我的频道创新主题真真实实报道真实微不足道的文怪事，请大家支持本频道，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，谢谢大家。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，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，达到500订阅。我们接着说下去，有些人认为地球第2宇宙是指一个与我们的宇宙平行或重叠的另一个宇宙，可能有不同的物理定律和生命形式。这是一种多重宇宙假说的一种，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据支持。有些人认为地球第2宇宙是指一个类似于地球的行星，可能存在于其他恒星系统，也可能有生命的迹象。这是一种寻找地球外生命的一种方法，目前已经发现了一些候选的4居行星。有些人认为地球第2宇宙是指一个由人工智慧或虚拟实境创造的一个数位世界，可能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有所区别或联系。这是一种科幻小说或电影常见的主题，目前还没有实现的可能。佛教的教育思想是关于解脱的思想，语言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，所以佛陀拒绝弟子要求以婆罗门传统以梵语为统一的传教语言，而允许弟子以自己的方言语音来持诵佛陀所说教法。佛教的教育目的是使众生觉悟，达到涅槃，而不是追求世俗的知识和权利。佛教的教育方法是以因缘法则为基础，以因果报应为动力，以慈悲为心，以智慧为方便，以中道为原则，以四圣谛为核心，以八正道为途径，以三宝为依归。佛教对宇宙和平行世界的看法是基于3000大千世界的概念，即一切众生所住的无数个世界，都是由佛性所化现，而非由一个创造者所造。这些世界有不同的层次和性质，有的是欲界，有的是色界，有的是无色界，有的是净土，有的是地狱，有的是娑婆，有的是他方。这些世界之间有相互影响和转化的可能，但也有各自的因缘和业力。佛教认为，众生可以通过修行和愿力，从一个世界转生到另一个世界，或者从一个世界访问另一个世界，例如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或者释迦牟尼佛的他方世界。宇宙之间的重叠，这个主题也是多重宇宙论的一部分，它涉及到不同宇宙之间是否有交互或影响的可能。根据知乎上的一些回答，有人认为多元宇宙会因为频率不同而可以重叠存在，有人认为多元宇宙不会重叠，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存在维度，有人认为多元宇宙是一种庸人自扰的想法，没有科学依据。您可以从这些不同的观点来分析宇宙之间的重叠是否有可能，以及这个问题对于物理学和哲学的意义。佛教说，佛祖是一个超越了生死轮回的人，他可以自由的去不同的世界，这些世界叫做佛土，是佛祖用自己的功德创造出来的，每个佛土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和生命。佛教还说，这些佛土是有数目的，但是没有开始和结束，一直在变来变去，这就是佛教的宇宙观。科学呢，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宇宙的起源、结构和变化。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理论是元宇宙理论，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宇宙只是很多可能的宇宙之一，这些宇宙可能有不同的规则和常数，组成一个很大的宇宙集合，叫做元宇宙。元宇宙理论的根源宇宙是指最早产生其他宇宙的宇宙，它可能是一种高维度的空间，或是一种更基本的东西。所以，佛祖和其他的世界或宇宙有没有关系，就要看你是从哪个角度来看了。有些人可能觉得，佛祖的佛土就是元宇宙的一部分，佛祖可以用某种方式在不同的宇宙里走来走去，而根源宇宙就是佛祖的本源或是佛性所在。有些人可能觉得，佛祖的佛土和元宇宙的根源宇宙没有什么关系，佛祖的佛土是一种心灵的境界，而元宇宙的根源宇宙是一种物质的存在。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你自己多想想，才能找到你觉得合适的答案。我们的世界上有没有其他的宇宙和佛祖一样有觉悟的人？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，因为我们对其他的宇宙还不太了解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生命，更别说觉悟的人了。不过，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觉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，不只限于特定的宇宙或生命。只要有心，就有可能觉悟。佛教说，所有的生命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为佛，只是因为不明白和不开心的事情太多，所以看不到自己的佛性。所以，佛教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消除不明白和不开心的事情，发现自己的佛性，达到觉悟的境界。这个过程不一定要在我们的宇宙里做，也许在其他的宇宙里也有人在做这件事，也有像佛祖一样的人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佛教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，没有创造者或始发点，而是在因缘法则的作用下，不断的循环变化。宇宙的变化包括成、住、坏、空4个阶段，称为4劫。每一个节期都有无数个世界的生成、发展、衰亡和重生。佛教将宇宙分为3000大千世界及无数个小世界的集合。
每一个小世界都有自己的山河大地、天地人道、四大元素等。这些小世界又分为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，根据众生的业力和定力也有不同的层次和性。佛教认为宇宙是由无数的有情众生所构成，这些众生因为无明、贪嗔、烦恼而在六道轮回中受苦。佛教的目的是使众生觉悟，断除烦恼，达到涅槃，超越生死。佛教也提倡往生净土，即佛陀所建立的清净世界，如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、药师佛的东方琉璃世界等。佛教的宇宙观不仅考虑物质的变化，也考虑精神的作用。佛教认为宇宙的运行是由众生的业力所推动的，这种业力是众生的身口意所造成的善恶因果。佛教也认为宇宙的本质是空性，即一切法无自性、无常无我，只是因缘和合的假名而已。佛祖有没有跟他方世界跟其他宇宙有关系？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确切的答案，因为它涉及到不同的知识体系和信仰，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和理论来支持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，佛祖的他方世界就是元宇宙的一部分，佛祖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在不同的宇宙之间穿梭，而根源宇宙就是佛祖的本源或是佛性所在。有些人可能会认为，佛祖的他方世界与宇宙的根源宇宙没有任何关系。佛祖的他方世界是一种心灵的境界，而元宇宙的根源宇宙是一种物质的实在。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思考，才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。我们世界上有没有其他宇宙跟佛祖一样有觉悟者？这个问题也没有确定的答案，因为我们对其他宇宙的了解还非常有限，也不知道其他宇宙是否有生命存在，更不用说觉悟者了。不过，从佛教的观点来看，觉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，不限于特定的宇宙或生命形式，只要有心，就有可能觉悟。佛教认为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都有成佛的潜能，只是因为无明和烦恼的遮蔽，而不能显现出来。所以，佛教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众生消除无明和烦恼，发现自己的佛性，达到觉悟的境界。这个过程不一定要在我们的宇宙中进行，也许在其他宇宙中有类似的修行者，也有类似的佛祖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根据佛教的教义，宇宙是无始无终、无量无边的，它包含了无数的世界系统，每个世界系统又包含了无数的世界，这些世界有各种不同的特征和居民，有的是人间，有的是天堂，有的是地狱，有的是异界一。佛教认为，这些世界都是因缘所生，都是无常的，都是受到生灭变化的影响，都是有苦的，都是有业的，都是有果的。佛教的目的，就是要帮助众生从这些苦难的世界中解脱出来，达到涅槃的境界。这是一种超越一切世界的觉悟，一种不受因缘的束缚，一种不生不灭的真实，一种无苦无乐的平等，一种无我物的空性二。佛教认为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都有成佛的潜能，只是因为无明和烦恼的遮蔽，而不能显现出来。所以，佛教的方法就是要帮助众生消除无明和烦恼，发现自己的佛性，达到觉悟的境界。佛教的原理，就是以因果和因缘来解释一切现象的起灭变化，以及众生的生死轮回。因果是指一切行为的因素和结果，因果是公平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论是在这一世或是来世，都会受到因果的影响。因缘是指一切现象的条件和环境，因缘是无常的，随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，而有聚散生灭，没有一个现象是永恒不变的，也没有一个现象是独立存在的，都是互相依存的。佛教的原理就是要让众生明白因果的道理，不做一切恶，行一切善，积累善业，减少恶业。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福利，也要让众生明白因缘的道理，不执着一切法，见一切法皆空，断除一切烦恼，证得一切智，为了自己和他人的解脱。佛教的伦理就是以佛教的原理为基础，建立了一套适合不同众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。佛教的伦理既有普遍的原则，也有个别的差异，既有共同的目标，也有阶段的分别，既有理性的分析，也有感性的关怀，既有智力的考量，也有利他的动机，既有世间的功用，也有出世的意义。佛教的伦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。对自己的伦理，佛教要求众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不自杀，不伤害自己的身心，要保持自己的健康和清净，要培养自己的智慧和慈悲，要修习自己的道德和德行，要实现自己的潜能和理想，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解脱。对他人的伦理，佛教要求众生要尊重他人的生命，不杀生，不伤害他人的身心，要关怀他人的健康和清净，要帮助他人的智慧和慈悲，要尊重他人的道德和德行，要支持他人的潜能和理想，要促进他人的幸福和解脱。对社会的伦理，佛教要求众生要贡献社会的和平，不造恶，不作乱，要维护社会的秩序和法治，要参与社会的公益和福利，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，要建立社会的正义和和谐，要实现社会的理想和目标。对自然的伦理，佛教要求众生要爱护自然的生态，不破坏，不污染，要保护自然的资源和环境，要利用自然的科学和技术，要适应自然的变化和规律，要欣赏自然的美丽和奥妙，
要顺应自然的本性和真理。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。感谢收看，下次再见。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谢谢。希望你会喜欢这篇文章。